大家好，我是李船长。那么今天呢，和往常一样啊，吃完了早饭就上驾驶台来了。推门一看，这个小郭同学正坐在那里，看一副很认真的样子啊。他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他正在看购买烟酒的这个价格清单。因为我们这次回到亚洲这边呢，要补充一下烟酒的库房了。船上呢，把这个免税烟酒的库房叫做 Bonded Store。那么负责这个库房的，还有管理这项工作的，这个人呢就是三副。大家应该知道了啊。那这期节目就是介绍三副的工作内容。那什么是三副呢？这富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什么叫富啊？难道他很富裕吗？这个富是副手的富啊，是跟贫富没有关系的。那我们知道船长呢，他是永远要对航行安全负责任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你船长就是应该在驾驶台负责开船。可是呢，他不可能24小时待在那里开船，对吧？这时候他需要助手。那么我们把这些助手呢，就叫船副。比如大副、二副、三副。那么三副就是船长的第三个副手。拿今天上午来说吧，大概是8点半左右的时候，我正和这个小郭正在研究刚才那个邦斯多的价格清单了。这时三副就跑过来了，说：“船长前面起雾喽，咱们是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啊？”我赶紧放下手头工作，到前面一看，果然是起雾了。这个雾还不小。可是我们现在船呢是在大洋的中间航行周围并没有参照物，周围也没有其他的船，所以呢，这个你无法实际去测出准确的这个能见度的距离。但是我们凭经验一看，这个雾的确不小，这个能见度是一定小于3海里的。所以呢，这种情况我当时呢就把它界定为 critical 了。那什么叫 critical？ 我有一期视频，就是什么时候叫船长的那期视频呢，有个介绍。如果感兴趣呢，大家可以翻看一下。那么既然这种情况被界定为 critical， 那我们就要按照 critical 的流程来做事。比如说通知机舱这个随时准备用车，叫舵工上驾驶台，随时准备手操作然后加强人手瞭望，航海仪器散布雷达全部开启等等。那我本人呢，肯定也是待在驾驶台一直到这个雾散去。那整个这个过程，三副是从头到尾来协助我做各项准备工作的。然后呢，在航海日志中呢，要记录，把这个 critical 的整个记录下来。那至于值班驾驶员在航行中如何避让如何让船，我往期视频呢也有过介绍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那除了航行值班事宜呢，三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那就是消防和救生设备。这个是很庞杂很繁复的一项工作我不可能把每一个点都给你说到了。咱们就跟介绍这个航行值班一样举例说明，希望呢同学们能够举一反三，充分理解。来看这张图 Fire Control and Safety Plan， 灭火控制和安全计划这张图。如果你是新手三副，或者说你是实习生的话呢，那这张图首先你这张图一定要看懂的，因为所有的灭火设备和安全设备呢，全部都在这张图里边。那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吧，比如说我们找驾驶台，以驾驶台来举例子。我们看到这张图上面显示有很多符号，这个呢就是你驾驶台包括的安全设备和灭火设备。如果你看不懂这些符号没有关系，在这个图的右边它有这个图示，就说这些符号看到了吧，很多。刚才你看到那些符号都包含在里边了。那还有对它的解释还有它的位置数量等等。好，我们返回去看驾驶台，我们随便找看这个进水衣还有这个救生衣，我们先看这两个吧，好吧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数量这是进水衣，那么它在驾驶台有几个呢？驾驶台，我就要找到驾驶台这里了，是3个。
比如说进水仪呢有3个，我们再看救生仪，在驾驶台也是3个。那我们就到驾驶台来看一看，数一数它的数量。这边它写的这个标记上面也是3个啊，每样3个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打开柜子，对吧？亲眼去看一看，免得被它忽悠。那这个就是进水仪，这个袋子里边的1个。那这边还有2个，对喽，那3个喽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救生仪，1个、2个、3个。那这是进水仪，刚才数了，对吧？再核对一遍啊，1、2、3，对不对？进水仪3个，救生仪1、2、3也是3个，那跟图是一样的，没有错。这次啊，我们换一个方式啊，这次我们是先找东西，再返回头去核对这个图上的数量是否相符。那我看这是5公斤的二氧化碳灭火器，那驾驶台的这边有1个，1个了。那同样在驾驶台的右边那个位置，同样也有1个，也就是说驾驶台有2个这种灭火器。那我们去看图，看是否一致。那好吧，看图吧。大家看这边有1个，对吧？要看这边也有1个，加在一起2个，一样的，对吧？很简单吧，是不是 ？So easy， 很容易哦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？啊，简单是吧？行，那咱们再找1个。我们啊还在驾驶台找，大家跟着李三富啊，咱们现在找这个，看到这个问号一样的东西。那问号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首先看看它是什么啊，找一找在哪里，在这里了。它是烟雾侦测器，就是烟雾的一个侦测探头。我们来找这个东西好不好啊？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数量是多少，好吧？一共啊141个，但我们只看驾驶台，我们这次多少呢？8个，对吧？8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实际去看一看这8个在哪里。那根据图中给出的位置呢，李三富啊就很顺利的找到了7个。可是这第8个，大家看啊，就是电梯间这个，说什么都找不到了。哎呦，可是它一定有啊。那你这时候你还惊喜吗？估计光剩意外了吧？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个大家看，在这儿了，看见了吧？你得从这个电梯这个缝隙往上看，它在上面。所以呢，总的这个耗时啊，要比预计的耗时要长很多。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有些东西你看起来很容易，但是实际你一动手，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还仅仅是驾驶台这部分，那么全船呢都需要这样的检查。当然还包括救生艇啊、固定二氧化碳等等灭火站这些啊，需要独立检查的这部分。所以说呢，三副的他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啊，也很琐碎。这时候就要求三副呢一定要细心。你比如说吧，港口的报关文件，那有的港口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啊。咱们就拿船员名单来说，有的港口啊要求你1个字也不能打错，否则的话会导致罚款。那可是真罚呀，不跟你开玩笑的。所以呢，三副呢一定要心细。那说到这里，大家也都知道了，这个港口所有的报关文件这部分呢，也是由三副负责的，这个也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。其他的，你比如说应变部署表啊，每月的安全会议和操演的记录，消防救生设备的证书管理，船员的证书管理啊，也都是他的职责范围。那有几本资料书呢，我建议三副啊是一定要经常翻看的啊，比如 SOLAS， 还有它的这个修订本啊，还有这个我们叫 LSA 啊，它是关于救生设备的啊，还有这个关于消防设备的 FSS。你像这几本书呢，我建议三副啊都是说不离手，因为你在实际工作中你遇到的问题呢，在这里边啊都会有答案的。那么船到了港口，装卸货物如何监管啊？三副怎么值班？那以及进出港的时候，三副的工作内容呢？那这里篇幅有限，咱们单独开一期节目，咱们再聊，好吧？节目的一开始呢，就提到了免税烟酒。那在船上购买也确实是便宜，
那么这期呢，我就回答网友的这个问题：你船员在休假的时候，我能不能买一些个免税的烟酒，我带回家呢？答案是可以的，但是数量有限制。一般的海关规定啊，船员入境只能带2条烟、1瓶酒，你多了就不行。好吧，那这期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